現在大家看到的是《極限競速：地平線6》遊戲錄像，各位觀眾不妨猜猜它的實際渲染分辨率是多少呢？答案是430P。除了《地平線6》外，這段2077這裡出現的所有遊戲，實際渲染分辨率全在360P 到430P 之間。至於為何這些錄像看着如此清晰，全是靠一種名為 FSR 4.1的技術硬生生算成 4K 的。嗨，我是阿狸。關注硬件的觀眾應該常聽到一個說法，那就是 A 卡的市佔率只剩1成。但是吧，這個數據呢，僅限於 DIY 桌面獨顯。如果放眼全局 PS、Xbox、Steam Deck 以及多數的 Win 掌機均採用 AMD SoC， 搭載 AMD 核顯的全能本、輕薄本也非常的主流。加上 AI Agent 爆火，逼得老黃都要推出 NEX 來應對 AMD 的 AI Max。而今天，不管你是幻十字天選 Air 筆電用戶，還是 Steam Deck ROG 掌機玩家，亦或是用 AI Max 工作站的煉丹遊戲雙修檔，你們的設備都將因為一項技術的更新，迎來史詩級的續命。沒錯，它就是 FSR 4.1。FSR 是一種填充分辨率来白嫖帧數的技術，前3代主打啥顯卡都能用，但填充的畫質很糊。第4代呢，上了科技後畫質是飛躍了，但代價嘛，別說入門的 AMD 掌機和輕薄本用不了，甚至價格上萬的 AI Max 工作站一樣的乾瞪眼。不過近期 AMD 突然把 FSR 4.1下放給了 RDNA 3，明年還要給 RDNA 2，也就是近6年內的 AMD 筆記本、台式機、掌機都能上車。且理論上支持 FSR 3.1的遊戲基本上都能上 4.1， 所以讓兼容 4.1 的遊戏數量上到了300款。開啟的方法也很簡單，只要是 RDNA 3以上的核顯或者獨顯升級到最新驅動，很多遊戲進去就有 FSR 4.1 的開關。雖說部分遊戲標的還是 3.1， 但實際跑的已經是 4.1 了。畫質方面 ，FSR 4.1 明顯改善了遠景閃爍、植被毛刺這些老毛病，但代價是同檔超分下7000系帧數折損嚴重呀，且官方說的14%是保守了，實測超過20%的遊戲不在少數。雖說老 N 卡開 DLSS 4.5 一樣折損，但口碑依然封神的原因是 L 模型開性能甚至超級性能，畫質都強過以往的質量檔。所以我用了 OP 工具，解鎖了比超級性能還要低的下採樣率。這是 FSR 3.1 430P 上採 4K 的畫質，而這是 FSR 4.1。我們可以看到馬賽克和塗抹感幾乎消失，不盯着電線桿和遠處的植被看，430P 基本能玩。拉到540P 甚至能用優秀形容。不過每個人對畫質敏感度不同，你們覺得 FSR 4.1 下採樣到多少 P 算夠用呢？不過硬拼极限分辨率，隔壁 L 模型還是略勝一籌。L 的極限可用值是在240P，但我之前的配置優化展示過，哪怕降到240P，AI 上採 4K 後，多數遊戲顯存占用超過10G，這就導致 L 模型再強，8G 顯存的4060、5060只能困在2K 了。但 A 卡這邊吧，1800元就能買到7600XT 16G， 核顯呢就更加硬霸了，可以自行分配顯存。所以今天我要挑戰的是用 AMD 核显，不
不開真實程，僅靠 FSR 4.1超分 4K 60帧通殺市面硬件殺手，你們覺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當然可以。此轮測試，我直接拿天選 Air 2026搭載的 8060S 核顯外接 4K 電池開幹，至於顯存就分配個32G 吧。我們可以看到 FSR 4.1就好似一顆躍動炸彈，只要你接受超級性能，戰神5、最後生還者2、生化危機9、2077、地平線6、天國拯救，即使不開真實程，通通 4K 光山60帧。這裡也想問一下各位，你認為對於一顆核顯來說，這個畫質能看嗎？當然，多數的 AMD 筆記本並沒有 8060S 這麼猛的核顯，比較主流的是 780M、890M， 但實測 890M 在 FSR 4.1 加持下跑 1080P 跟玩兒一樣，要是稍微降低點特效， 2K 都有一戰之力。所以對於 AMD 筆電用戶來說，外出時可以屏蔽5060獨顯，靠核顯開 FSR 4.1 來提升遊戲續航。可能有玩家想說， A 卡能用上 FSR 4.1， 真得謝謝老黃。不可否認哈，NV 的決策確實有行業引領的作用，但下放 DLSS 4.5 的 N 卡都是有 Tensor Core 這個 AI 單元的，而7000系 A 卡的 AI 單元被很多玩家戲稱為電阻絲，6000系壓根兒就沒有 AI 單元。FSR 4.1 下放是把 FP8 硬轉 Int8， 會遇到的難題包括但不限於數值範圍重映射、計算路徑重構、精度損失平衡，說人話就是難度相當於讓1060支持 DLSS。至於為啥 AMD 短短數月就搞定 FP8 轉 Int8， 就不得不提到 FSR 4的孿生兄弟，同為紫水晶計劃的 PSSR。PS5 的 PSSR 2.0 正是基於 Int8 訓練的。GPU 架構剛好是 RDNA 2，時間線也對得上。PS5 時裝 PSSR 2.0 後 ，FSR 4.1 緊接發布，所以 A 卡用戶高低得給 PS5 玩家說一句：謝謝你，索尼兄弟。您幾乎可以這麼理解 ，AI Agent 的時代 ，GPU 核心性能權重沒有以前那麼重要了，顯存容量呢才是真的新貴。現在老黃都快成為給 HBM 顯存打工的了。節目的最後呢，我還是想要聊幾句 FSR 4.1 未來需要加強的方面。FSR 4.1 的優勢是未來不依賴 AI 單元也能跑，但前提是必須基於最新 A 卡驅動，這就導致 780M、890M 核顯的筆記本能開 4.1， 相同核顯的傲基掌機因為驅動是定制的，就沒有辦法開啟。真心希望 AMD 能加快速度推出掌機版 FSR 4.1 官方驅動。當然，半天不更也別焦慮，我會在下個月的配置優化分享傲基掌機強開 FSR 4的方法。這2年 AN2家超分效果進步神速的核心是拿海量遊戲引擎數據做針對性的 AI 訓練。AMD 這邊的優勢是背靠主機資源，所以 FSR 4.1 在歐美寫實3A 的表現真的是頂中頂，但二游這邊明顯還有進步空間。我們以明朝為例，只要降到超級性能檔以下，人物邊緣線條就會出現斷線 bug。希望未來的 FSR 能針對二次元風格做專項優化。最後呢，我也想做一個小調研，屏幕前的你平時會開超分嗎？如果開的話，一般會用什麼檔位呢？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啦！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點讚哦！最後祝您身體健康，再見。